央媒曝光，一颗成本仅14.6元的淀粉丸，号称是能长生不老秘方的863复活丹，并且标价高达1000到6980元。这听起来就非常离谱的骗局，居然总共骗到了327万元。为啥近年来养老保健的骗局层出不穷，也不断的有老年人上当受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2023年12月底彻底告破的一个江西景德镇的案例，就把这种难以置信的诈骗手段暴露了出来。这个诈骗团伙是怎样操作的呢？他们首先通过精心设计的包装，给这些普通的保健品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。这些包装看起来既高端又科技，简直就像是来自于未来的神药。然后这个团伙开始虚假宣传，他们针对的是一群特定的顾客，主要是老年人。为什么选老年人呢？因为老年人通常对健康非常关注，对那些声称可以带来健康和长寿的产品特别感兴趣。这个诈骗团伙非常狡猾，他们知道老年人通常对新科技感到好奇，于是就利用这一点制造出一种假象，让人们相信这些高价保健品真的能够带来健康和长寿。当然，我们面对现实，这些所谓的奇迹产品其实只不过是普通的淀粉丸而已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那种成本极低的普通淀粉丸。再来看看另一个案例，北京中医诊所诈骗案。在这个案例中，王某持有过期的医生执业证书，在北京市开设了一家中医私人诊所，他自制了所谓的中药品进行售卖。这些药品既没有经过正规审批，也未在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。王某与其他人合伙进行诈骗，他们通过寻找老年人作为目标，诱骗他们至诊所，并在那里进行一系列虚假的医疗表演和诊断，以高价售卖这些自制的中药品。被害人被骗至诊所后，王某等人通过虚构神医神药的手段，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高昂的药品。这些药品的原始成本仅10几元，却被以高达800元的价格卖出。这就是保健品市场的暴利真相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案例揭露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实：在这个光鲜亮丽的保健品市场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精心设计的诈骗网络。他们不仅仅是在卖产品，更是在玩弄我们的信任和希望。央视曝光，成本10几块的淀粉丸在诈骗分子手中摇身一变，就成为他们口中的复活丹，诈骗老年人327万元。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成为保健品诈骗的目标？这个问题其实隐藏着许多我们平时可能忽视的社会现象和心理因素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，老年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。这个年纪的人很多都有慢性病或者是身体不适，对于那些宣称能够改善健康的产品，自然是特别敏感。但问题是，这个年龄段的人往往在信息识别上存在一定的劣势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新的信息渠道层出不穷，老年人对于互联网和新兴媒体的了解往往不足，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。同时还有家庭环境的影响，现在的社会节奏快，很多年轻人忙于工作，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，这就导致了老年人在情感上的某种空缺。他们可能会觉得孤独，或者感觉缺乏关怀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能够给予他们关注和关心，哪怕这些关心是虚假的，他们也可能会不自觉地接受。诈骗分子非常狡猾，他们正是抓住了这些心理和社会现象。他们通过电话营销、上门推销等方式，假装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。他们会聊天询问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，甚至会假装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。这种做法慢慢地赢得了老年人的信任，而一旦信任建立起来，诱导他们购买高价保健品就变得轻而易举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最常见的听讲座领鸡蛋套路，很少有老年人能抵挡住这种小便宜的诱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诈骗分子还会利用老年人的孤独感和追求长寿的心理，虚构产品的神奇疗效。他们可能会说，这个产品能帮您缓解关节疼痛，或者这个产品可以帮助您提高免疫力。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虚假宣传，但在缺乏正确信息指导和情感关怀的老年人看来，这些话语就像是一线希望。老年人成为保健品诈骗的最佳受害者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特定需求和情感状态，更是整个社会环境和家庭关系的反应。作为年轻一代，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。我们要学会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去关心和保护我们的老年人，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照顾他们，更重要的是要在情感上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陪伴。
淀粉丸变复活丹，我们该如何识别这些骗局，防止自己或我们的家人成为下一个受害者？这一部分尤其重要，因为知识就是力量，了解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些陷阱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在面对琳琅满目的保健品时，分辨真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们。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国家对保健品和药品的明确标识规定。保健品和药品在包装上有着明显的区别，比如批准文号标识等。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在购买时做出明智的判断。合法的保健品包装上通常都会有明确的标识和说明，包括生产商信息、成分列表、批准文号等。其次，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宣称具有神奇疗效或者能治百病的产品。在这里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合法的保健品不会做出过分的功效承诺，它们通常是用来在一定范围内辅助健康，而不是用来治疗或预防疾病的。任何声称能够迅速治愈多种疾病的产品，都有很大可能是诈骗。这些产品利用消费者的焦虑和期望，通过夸大效果和虚假宣传来进行欺诈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意识到，不仅仅是老年人，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。在美容、减肥、壮阳等领域，保健品诈骗同样层出不穷。这些产品往往利用消费者对美丽、健康和性能力的追求，通过夸大其效果来吸引消费者购买。因此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应该对这些诱人的承诺持怀疑态度。最后，我们应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。对于电话销售、上门推销等营销方式，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，不要轻易相信陌生电话或上门销售人员的话。如果他们推销的产品听起来太好而不真实，那么很可能就是不真实的。一旦你怀疑自己或家人可能已经被骗，应立即保存所有相关证据，并及时报警处理。总之，防范保健品骗局的关键在于保持警惕，了解相关知识，并敢于质疑。通过增强个人防骗意识和能力，我们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和家人，避免成为保健品骗局的下一个受害者。记住，保持怀疑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。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